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科技烂的频道。今天我们来分享最近一直在用的内网穿透组网的软件。我们用到了 FRP、DDNS 还有 WireGuard 组网。那这三个优劣，我到底一直在用哪些组网方案？今天会跟大家一一分享，来选出更适合你使用的内网穿透方案。我们可以将家里的内网服务分享出来，然后分享到外网，随时随地外网访问家里的内容。我们先聊 FRP。FRP 是我最早学习的一个内网穿透技术，会比较简单一点，做了一个相对完善的脚本。大家用的最多的还是 FRP 这样的一个方案。它的核心呢就是靠海外的 VPS， 然后做中转。它是有 TCP 和 UDP 的。那如果走 TCP 的话，你如果带宽够大，延迟相对较低，它的稳定性各方面都会很好。而且呢，它其实有更完美的一种形态，将内网的服务穿透出来对应的端口，然后穿透到公网的对应的端口。公网对应端口你就可以直接反向代理，然后代理成域名去使用。如果你对这个方案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关注这一期的视频，主要是讲飞牛来做内网穿透。那 DDNS 加公网 IPv6 这个其实也是我目前在用的，因为它的延迟是非常低的，可以跑满你家里的那个上行带宽，有点偏直连的一种状态，但是兼容性会差一些。就是如果你家里或者设备没有 IPv6 的话，那你就没办法去进行访问也会对运营商的这个网络有一定要求，尤其是跨运营商。但是呢，它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安全性。就是人家知道你的这个域名，然后端口号，直接就可以去访问服务。如果你不走这个 HTTPS， 有明文暴露信息的风险，但是它的效率是非常高的，效率是这三个里面最高的。只需要用你的公网 IPv6， 然后去买一个域名国内的域名，然后进行 DNS 解析，用域名来访问你这个 IPv6 了。那你有 IPv4 的话会麻烦一点，还要做映射，你要向运营商申请，有些地区呢还要额外收费，有些地区压根儿就不会给你 IPv4 的公网，实现条件会比较苛刻。那同样它也会有一个对应的视频就是我这三个我都用过。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 WireGuard 内网组网的这种方案，它其实也是需要一个中继服务器，但是它是 UDP 的，所以也会有一定要求，建议用国内的 VPS 做中转会比较稳定，国外的话会慢，就是限速或者阻断，就是体验上来讲还是国内的很好，而且一直很稳定，安全性也是非常有保障的，因为它只会形成一个内网的地址，公网上是看不到任何它的一个线索的。这个同样也能用域名的方式去访问，当然这个域名方式如果你是国内的服务器的话，它要域名备案就比较麻烦一点，所以我们一般都是直接用内网的 IP 进行访问这个是我目前主力在用的，因为我像那个 RDP Windows 远程桌面，我用这个就非常快速，然后包括公司到家里传文件也是用的 SMB 的这个传输，就相当于本地又多了公司的一块磁盘，走这个国内 VPS 的一个带宽。反正综合起来呢，有优势有劣势，这个看大家的一个选择吧。就是这三个我其实都部署，然后呢，为了速度我可能就会选 DDNS 这个 IPv6 的，然后如果为了安全性我可能选 WireGuard。 FRP 呢就是它是端口暴露万金油，就是兼容性会更好一点，但是它暴露端口的话可能会麻烦一点， FRP 兜底。所以说你要说有哪个最好，其实看你自己的一个需求，我的倾向于全部都部署，然后按需哪个不行了再用另一个这样的去做弥补。那我这边依然推荐服务器是徕卡云家的，他家有海外的、国内的都有，而且海外香港、美国都有 CN2 的机器，韩国的话也会有 ISP 加宽的这种机器，国内大带宽的、电信优化的这些 BGP 线路，FRP、WireGuard 这边都会用到服务器。
那域名我这边推荐 Gname 的话，每个月也会有对应的优惠，大家可以捡漏去购买一些冷门的小众的方便记忆的域名。那有了域名的话 ，DDNS、FRP 这2种方案都会用到域名。反正域名 VPS 认识我的小伙伴呢，大家应该都会有那么一些这类的资源，所以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内网翻透以及组网让你的内网服务暴露到公网的这几种解决方案这种都是自建的，不太喜欢去使用商业化的产品，就是用这种开源的免费白嫖的，这是我的宗旨，而且更追求我们自主可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